知道吗？光是宅在家里不出门，甚至是使用塑胶袋，其实也可以拯救地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环保原来也可以很佛系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懒人的环保懒人包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知道吗？塑胶袋最初居然是为了拯救地球而诞生的。1959年，瑞典工程师图灵考量到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纸袋既不耐用，又导致森林滥伐，所以发明了重量轻、强度强的现代塑胶袋，希望让大家重复使用，保护环境。只是没想到便宜便利的塑胶袋后来却被当成了一次性用品。但其实图灵的初衷是有道理的。研究指出，纸袋在制造过程当中会消耗比塑胶袋好几倍的资源，而棉质帆布袋的耗能跟污染甚至更多。要重复使用上百次，对环境的危害才会小于塑胶袋。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把丢弃的成本纳入考量，如果乱丢塑胶袋的话，它对环境的危害确实最大。但反过来说，塑胶袋如果能够重复使用，尽量不要拿新的塑胶袋，那就会比只用几次的纸袋或棉布袋还要更加的环保。那从小到大，大家应该都常听到呼吁环保的宣传，但很多人都会觉得做环保好像很麻烦。但其实还有很多佛系的环保方法，比如跟老板申请居家工作，其实也可以跟他说我是为了地球好。今天我们就会从食衣住行这4大面向来带大家看看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做到的节能减碳行动有哪些。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球粮食系统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7%， 因此近年来有很多人呼吁吃低碳排的食物。那如果懒得研究各种食物的碳排，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吃离你最近的食物，也就是台湾在地产的食物以及当季的蔬果。因为在地食物能够减少运输的碳排放量，时令蔬果则是能够减少农药跟肥料的使用量，以及冷藏跟加工保存的成本。甚至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留厨余。根据环保署统计，2021年全台湾丢弃了近50万吨的厨余，相当于平均每位台湾人每年就丢掉了20公斤的食物。那虽然理论上厨余可以拿来喂猪堆肥或用来产生沼气发电，但是台湾目前可以这样子回收处理的能力有限，所以很多的厨余实际上都是当成一般垃圾焚化或掩埋了。那这样子不仅浪费了生产食物所需要的环境成本，垃圾处理也会造成污染。所以如果说不知道要吃什么才环保，或者外食族比较难控制食材的话，其实吃光光不浪费真的也很棒了。成衣产业是全球数1数2大的污染产业不仅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也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因为棉花的栽种需要大量的灌溉，所以单一件33% 棉质的 T 恤就要消耗到2700公升的水，相当于一个成年人2年半的喝水量。尽管一件衣服的背后环境成本这么高，人们的这衣服却越丢越快。现在全台湾平均每分钟就会丢掉460件衣物，而这背后的一大因素是快时尚产业，也就是借着大量的生产压低衣服的品质跟价格，快速的推陈出新，使得消费者冲动购物、过度消费，买得快也丢得快。甚至还有的品牌虽然标榜衣物可回收或用环保材质制成，但是真正可回收的其实只有那个写着可回收的纸质吊牌，或整件衣服里面只有 4% 是环保材质。但当然衣服还是得穿，我们也难免需要享受一下血拼的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购买二手衣，因为会拿出来卖的二手衣多半都还是很有价值的。很多二手名牌精品比廉价的新衣服更耐穿，价格也不会差太多。或者是选择更单纯的方法，就是买衣服的时候多考虑一下，选择耐穿你也真的喜欢的衣服，买对一件穿久久，划算又环保像这样，黑色。由于目前台湾的发电方式还没有转型依然仰赖高污染的燃煤发电，所以日常做好节能，除了省钱以外，也能够救地球。而根据台电的资料显示，一般家电当中，冷气机对于电费的贡献最大，甚至在夏季家户用电当中，有将近1半的电都是冷气机用掉的。那以台湾的气候来说，不开冷气确实有点不切实际，但只要调整开冷气的方式，就能够省不少电。大家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把温度不要设得太低，因为冷气温度只要每调高1度就能够省到 6% 的电，所以政府也提倡冷气设定在26到28度左右最理想。那有些人也会为了省电频繁的开关冷气，但其实冷气最耗电的就是启动的步骤，所以这样做反而是会有反效果的。真正要频繁做的是清洗冷气的滤网，除了卫生因素之外也可以提高冷气的降温效率。那除了冷气怎么开之外更影响节能效果的是冷气的机型。如果你家里的冷气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那它的耗电量可能就是最新型冷气的
3到4倍。建议有余力的话，换一台会更好。那要挑冷气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政府核发的标章。如果是有节能标章的冷气，代表它是市售同类型机型当中节能效率在前15到30% 的资优生。另外呢，还可以看能源效率分级标章，如果是数字最小的第1级，就代表它的节能效率最好。懒得出门居家上班真的可能比较环保，虽然说居家工作还是会有碳排比如视讯会议1个小时大约会产生160克的碳排，但是这个数字通常比通勤要少得多，尤其是开汽车的话，平均每1公里就会产生180克的碳排，而骑机车呢，则是1公里115克。不过疫情解封之后，很多人还是必须要恢复通勤，那这个时候最环保的做法就是选择大众交通工具。台北市政府指出，搭捷运或是公车，每公里的碳排是40公克上下，所以呢，一样移动1公里，开设的碳排呢会是捷运或者是公车的4到5倍。而此外，在所有交通工具之中，国内短程飞机呢是碳排最高的。改搭火车移动的话呢，碳排放量就会直接少80%。但如果是国际航班，可能很难找到适合的替代交通工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参考碳抵换的方式。简单来说，我就是靠着捐款给国际减碳计划来抵消自己搭乘航班制造的碳排。执行方法也很简单，动动手指就能够完成。在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都找得到计算碳足迹的页面，可以帮你算出每趟航班的碳排放量跟相应的捐款金额。比如台北到纽约的经济舱来回航班呢，每位乘客会产生将近1.9吨碳排，那捐款金额呢就会是460元左右。那计算出来之后，你还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捐款。好了，那介绍了这么多节能减碳的方式，到底台湾人最常做的有哪一些呢？工研院产科国际所最新发布的2022台湾民众近邻永续行为调查当中，调查了台湾人在食衣住行等方面的20项环保行为上面的落实状况跟意愿。其中最多人已经落实的前3名环保行为，依序是只购买有节能标章或能源效率1级的家电，每年买新衣的数量减半，以及把买来的食物吃完。而至于最少人落实的行为，则是对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多吃素食，取代红肉跟乳制品，以及购物时优先选择以租代买。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执行起来比较容易，或者有节省电费等等其他诱因的环保行为最受欢迎。而相反的，执行难度高，跟大多数人日常习惯相差太多的行为，就很难真的落实。那如果以整体数字来说，在这20项行为之中，其实选择已经落实的比例都偏低，有1半以上的选项都低于20%，但是选择愿意在未来2年内落实的比例却比较高，低于20% 的只有4项行为。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许多民众认同节能减碳的理念，但是在落实上面遇到了困难跟阻力。那为了减低这样子的阻力现在各界都有很多人在努力的帮助民众降低环保的门槛。刚刚说的那份调查资料是来自于工研院产科国际所今年发布的专刊《乐近邻绿色生活，你我同行》，而这本专刊当中还收录了各行各业在落实近邻永续上面的案例。专刊中介绍的植物肉品牌 Impossible Food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他们不是以环保为理由硬要去改变别人的饮食习惯，而是尽可能的让他们的植物肉看起来吃起来跟动物肉差不多，同时也积极的拓展各大超市连锁餐厅的通路，让消费者不用找个老半天就能够买到植物肉。但毕竟在大家吃真肉吃得好好的时候，突然说要卖植物肉，接受度想必不高。所以 Impossible Foods 呢，选择在美国因为疫情提供导致肉品缺货的时候，大力的增加铺货量，也在欧盟开始征收肉品税之前狂推他们的产品。而在这份专刊当中，一共有17个像这样子的企业案例，分别针对了食衣住行娱乐等等各个面向，提出了各种有趣的节能减碳策略。同时专刊内还有更多针对民众的节能减碳行为所做的调查与分析。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工研院产科国际所架设的 IEK 产业情报网免费下载整份专刊。而注册会员的话呢，还有更多免费的分析文章可以看。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资讯栏找寻相关的连结哦。在这一次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一直在寻找各种最不费力的环保行为，但说实话，这些恐怕还是会比什么都不做要来的麻烦一点。不过我们觉得，如果只需要稍微调整自己的做事方式，多花一点点功夫就可以帮助这颗地球的话，那绝对是利大于弊的。而我们觉得最好上手的环保方法呢，就是在选择要吃什么、买什么的时候，除了金钱成本等等的因素之外，也把环境成本一起考虑进来。那根据我们超主观的实践心得来说，这真的不难，而且还有额外的好处。
比如说逛二手衣商店呢，捞到一大堆好货，或者在点晚餐的时候节制一点点，这样比较吃得完，不会浪费食物呢，还可以顺便配合我的减重计划，甚至是在买东西犹豫不决的时候，还可以更快做出决定等等。不过，很多人的心中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明明破坏环境的主力都是大企业，那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凭一己之力做环保，到底又能改变什么呢？虽然这样讲很老掉牙，但我们是觉得要改善环境问题呢，这件事情真的是众志成城。毕竟多数的大企业也是要仰赖我们这些消费者，就是因为民众在意环境议题，把环境成本纳入消费考量，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开始提倡永续发展，拼命的做绿色行销，这显示出每一个人的一己之力汇聚起来，那个影响力会是很大的。好了，那最后呢，想要问大家，今天我们介绍了很多种环保方法，你会想要尝试看看吗？我几乎都有在做了接下来呢，应该会挑战难度更高的方法，比感觉大部分都不难哦，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应该可以马上开始尝试。所以我觉得有点困难能够先做到其中1、2个就不容易了。第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懒人该怎么做环保。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垃圾回收有用吗，以及环保餐具大哉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